做的自由的模型，听 C 狗为您分享。Hello， 大家好，欢迎各位收看这一期的魔玩分享。本期为各位带来的是由这款 MR 又或者说是魔将魂翻模的 HIRM 红一端。至于这个到底是谁翻模的，其实都无所谓，换个马甲出货这种问题实在是太正常了。所以对于这种盗版厂家来说，名字终究只是一个代号。我们主要还是来看这一次的红一端整体素质表现到底如何。个人认为这一次的模型素质表现其实还算可以，加上是翻模万代 HIRM 红一端，所以继承了万代非常优秀的可动。但是由于并不是成品骨架，所以在把玩的过程中肯定是没有成品骨架把玩舒服，但是我个人认为也够用了。针对于这一次玩家所说的这一款模型有没有阉割掉一些细节，其实因为我没有做过 HIRM 的红一端，所以不太清楚。通过贴吧老哥的一些反馈呢，这一次应该是阉割掉了一些细节，但是这个外甲其实也应该可以用在万代 HIRM 的骨架上，有的地方呢稍微修一修，其实问题就不算太大了。毕竟市面上还有卖万代散货 HIRM 骨架的。那么剩下的时间我们就来简单的看一下这款模型的具体素质表现到底如何。对于 HIRM 来说，这个体型还是饱受争议的，但是我个人对于这种肌肉的风格并不排斥，还是蛮喜欢的。拿出我手中现在有的盗版6601机甲先驱的电镀红一端、大版 MB 一端、大版火星一端，简单的进行一个简单的对比。单论造型和比例来说呢，其实最后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 MG 的比例。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头部，这款模型最烦人的一点就是又一次没有提供补色贴纸，也没有提供任何的水贴。水贴呢则是放在了别的厂子做的荧光水贴，12块钱一张或者11块钱一张。说句实在话，这一点真的是非常让人不爽的。138的价格加上水贴的价格，最后也要150了。该说不说这个厂子的定价一直都非常的迷。头部面相应该是1:100比例一端里边最尖锐的一个了，因为没有提供眼部贴纸，所以说内部还需要玩家自行去补色。头部整体的分色其实还算是可以，细节方面呢不多，但是也比较干净。天线部分设计了一个比较大的转折，并且整体更加的细长。造型方面呢也算是中规中矩，在整体的可动性上，整个头部通过脖子的球形关节进行连接，手感还是不错的。而且脖子内部呢其实还提供了一个幅度更大的抬头范围，整个可动性以及把持力度可以说呢是非常的够用，但是下端这里在活动的时候会比较容易脱出，建议各位进行加固。胸部部分给人的第一反应就是壮，而且还有满满的肌肉感，像这样的肌肉刻画纹理呢都是非常的清晰的。在外甲部分也是带有了棱角化的魔改设计，不过这一款模型呢并没有任何的驾驶舱展开结构，所以就不用去考虑这个结构了。后面的背包部分也是这一次红一端最普通的背包了，通过大量的镂空结构呈现的分色。下端的喷口带有一定的活动性，但是比较紧，而且上端的这个红色零件安装呢真的是非常的别手，还很紧，需要各位简单的处理一下了。上面还挂载了2个光束军刀的键柄，可以活动，也算是常规的武器配置了。背包通过机械臂连接在背部的下端，也就是说这一款的上端呢没有任何的接口，即便是拆除了这个部分的零件以后，也会发现其实里边也没有任何的一个像样的接口。所以我就在想，当初买魔将魂王者之剑有一个 HIRM 一端接口到底是插在哪里的呀？也就是说这一款模型呢，各位就不用想着能装什么背包了，但是如果说想装还是需要自己动手改造一下，毕竟是一款以可动为主的模型，多余的装备也只能算是一个累赘了。说的可动，胸部的可动整体呢还是非常的不错的，主要就是提供在弯腰的幅度以及侧板的幅度呢都是比较大，而且整体的把持力度也是非常够用。但是这里还是要建议各位注意一点，毕竟不是成品骨架，在胸部弯腰活动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一下力度。肩甲部分的设计就比较简单了，而且整个肩甲的比例呢看上去稍微的有一点小了。在肩甲白色零件部分也是还原了万代 HIRM 一端的网格细节，整体的细节刻画还算是比较清晰，但是在渗线的时候呢很容易就会容易跑。肩甲前端的盖板呢是可以带有一定的活动性，但是这个地方呢在把玩的过程中呢非常容易飞出去，建议各位进行加固。整个手臂是非常粗壮的，整体的肌肉细节还有色差分色的处理，我个人认为其实还算是可以的，至少表面比较干净。但是手臂后面的这个盾牌接口呢就非常的突兀了，这里的一体性真的不是特别好。
操纵手部分一共是提供了5对，而且每一只手中的分件呢和分色都是非常好的。其中握拳手型和握枪手型的根部并没有任何的可动，就是单纯的一个球形关节。剩下的3对手型在根部呢是带有一个独立的活动关节的。整条手臂的活动性也是非常好，胸部这里还有一个上抬的引出关节，加上手臂的平抬关节呢，能够带来一个不错的平抬幅度。手臂整体的曲肘幅度也是比较大，加上还有一定的联动机构。不过后面的这个白色外甲，感觉活动以后会有一个空档，稍微的有一些违和。裆部的造型针对于现在各种各样的一端来说呢，是进行了一定的简化。最大的改变就是裙甲的概念了。前裙甲直接变成一个完整的固定结构，通过内部的柱形卡榫进行连接，带有一定的活动性，类似于00的裙甲。侧裙甲和 HIRM 飞翼的设计基本上是完全的一样了，承接直接继承在了后裙甲的关节上，并且侧裙甲呢就是单纯的一片，通过柱形卡榫连接，带有一定的活动性。后裙甲其实就比较鸡肋了，为完全不可动结构，感觉真的是好久没有见过后裙甲不可动的1:100比例的机体了。不过在裆部下端呢，还有一个下拉的活动关节，能够提升整体的腿部可动，所以不用担心裙甲会对腿部可动进行一个影响。腿部呢，应该是玩家感觉最不协调的一个部分了，因为看上去确实是对于整个红一端来说呢，感觉变矮了一点，所以在站立的时候，个人建议把胯部那个下拉关节给它活动一下，可能会对整体的比例呢，看着会稍微的好上一些。腿部外甲也是采取了大量的白色、灰色零件，还有镂空结构，整体的细节表现还算是比较可以。从后面来看这个腿部的细节呢会更好一些。脚部采取了那种非常宽大的设计，同时在脚趾的部分还做出了一定的单独的可动，不过脚掌中段就没有任何可动了。整个腿部的活动性也是非常不错的水平，大范围的可动得益于设计的优秀，所以并不会担心有违和的部分。脚腕的接地性也是非常好的，基本上能够做出一个1字马的可动，但是在活动的时候会与脚踝的部分产生一个非常大的干涉，所以还需要注意一下。顺带一提，这一个脚踝部分的白色零件也挺松的，建议各位给它粘死加固。最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次所提供的武器配件部分，首先就是最普通的光束步枪，虽然不再是单一的黑色，但是突出的这个灰色也不是特别好看，和元祖 3.0 的枪一样有点违和。而且针对于这一次光束步枪，我个人有一个别的看法。得益于这一次的结构设计，我呢是将这个枪头、枪尾以及底下的握把呢进行了一个简单的拆分，最后形成的这个就是类似于手枪模式吧，我就称之为手枪模式了，而且也不是那么的违和。我真是个天才。光束步枪还可以通过连接件安装在后面，就是这个连接件不觉得设计很违和吗？然后就是盾牌了，说句实在话，这个盾牌呢看的实在是太多了，真的没啥亮点，就是稍微有一点分色，而且这一次提供的这个握把简直是松的要命啊！我建议就不要把它当成什么主要的配件了。武器部分呢，还有这一次的重点了，红一端的打刀，这次呢就不是太刀了，整体的造型会更接近打刀类型，类似于武者高达的武器。整个刀的分件呢，我个人认为做的还是挺到位的，连带着这样的小金色分件都给它做出来了。把刀拔出来就可以发现，这一次的刀身呢是偏短的，而且会更宽一些。上面还有2个非常明显的比较大的水口，而且这一次的零件内部底色呢其实是红色的，连带着金色零件内部呢也是底色的，不是底色也是红色的。刀柄部分的红色采取了镂空分色，其他的就是握实在手上使用了。整个刀的还可以通过连接件安装在腰部，不过需要拆除掉侧裙甲，而且这个部分呢是比较松的，建议各位进行一个加固。套件里还会剩余一个腰部连接件，感兴趣的朋友也可以想办法再去收一把刀，实现双刀样式。最后还会剩下了一个比较简单的支架地台了，通过连接件直接连接就可以了，实用性还是比较高的，毕竟有螺丝固定，整体的稳定性肯定是够用的。那么这一次所提供的所有的东西我们就已经全部的看完了，下面我们进入今天的学热建议。Hello， 大家好，欢迎各位收看这一期的学热建议了。那么针对于这一次的 MR 的 HIRM 红一端呢，我说句实在话，整体的这个组合度大致呢都是偏紧的，但是主要呢都是涉及到像这样的一个柱形卡榫，都是带有这样的合动关节的，所以我个人不是特别建议去进行一个简单的修件，因为毕竟如果说你给它整松了，那么整体的活动性的确就会松的。那么至于其他的部分呢，还有一些小小的问题，我们来简单的看一下。
首先就是在这个 T4 和 T3 组成的这个黑色零件部分，建议各位对内部的这个横杠呢进行一个简单的消除，之后再插进去，不然这个地方挺紧的。然后 N7 和 N8 这个白色的面颊部分真的是非常紧啊，建议各位对内部的卡损呢进行一定的消除，然后直接上胶水解决。然后头部就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了。说句实在话，这一次的天线是非常紧实的，所以说呢也不用去进行一个额外的加固，这一点还是比较好的。那么再来呢，就是在整个胸部的方面，这个 D28 这个卡损是比较紧的，还有其他的这些柱形卡损呢，其实都是比较紧的。这里我建议各位就是要么用锤子，就是一些小锤，要么呢就使劲的给它摁进去就好了。然后呢，建议各位在摁的时候呢，一定要上一点毛巾或者说其他的一些柔软的物体去摁，免得把自己的手呢给它摁伤了。然后类似于像这样的以及这样的这个柱形卡损呢都是比较紧的，但是这些地方我都不建议去扩孔，毕竟这些都是承重的一个活动关节。那么身体部分其实差不多就是这些，手臂部分其实还好，整体的手臂组合度呢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而且也没有什么像松动的情况。但是这个部分这个 O7 和 S5 组合了以后的这个零件呢，我建议各位给它粘死，毕竟也不是什么活动结构，给它粘死呢就好一点，免得在活动的时候它容易掉。整个腿部的其实问题呢也不是特别大，基本上也没有什么需要说什么大劲儿的或者说其他的问题，感觉还好啊。当然这里边这个 B3 以及这个 B2 这两个小红色零件也是比较紧的，建议各位稍微的使点劲儿了。其他的部分就基本上主体呢就没什么问题了。再来就像我之前说的脚踝这个部分呢，这一个拼装完以后，这个部分实在是比较松了，而且一旦是在脚踝整个进行一个大范围的活动的时候呢，这个地方其实很容易会脱出的。这个设计真的是挺麻烦的，而且这里建议各位把这个 B1 这个小红色零件呢给它粘死，不然稍微有一点松。那么主体部分差不多就这些了。然后背包部分说句实在话，背包这个真没有什么零件了。再来也就是这个 A7 是比较紧的，建议各位稍微注意一下就好了。然后这里边所对应的 G5 刀柄上面这个卡损呢，建议各位给它稍微的给它削掉一点，不然很难插到这个 G5 里头。然后其他的这个打刀部分呢就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了，这些都是比较简单了。然后这个 C7 以及 C8 呢一定要看好方向，不然一旦是装反了就很难再拆下来了。而且里边的卡损是非常短的，也非常细。然后整个这个枪其实这一次的枪呢是比较方正的，所以说呢按我之前所说的给它整成一个小手枪也是可以的。然后那这个 Q10 这个柱形卡损一定要削，这个地方真的是非常紧，插上去基本上就很难拔下来了，所以说给它削一点就好了。盾牌部分真的没有什么好说的了，也就是这个 P6 以及这个部分的卡损真的是非常松，真的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然后这次的说明书依旧是魔教魂的特点就是给印错了，腿部呢可以看到明显是顺边了。建议各位一定要看一下我的视频那个方向，给它继续安装一下就好了，真的是不上心的。那么这一款魔教魂或者说是 MR 的红一端呢，差不多就所有东西都介绍完了。最后我们来做一个小小的总结。那么好了，今天和各位分享的这一款 MR 的仿 HIRM 红一端，我们就已经全部的介绍完成了。综合素质来说呢，我个人认为其实还算是可以的。对于把玩党来说，真的是一款不错的模型。毕竟万代现在的 HIRM 红一端价格呢不是特别的好，但是这款模型呢并没有提供任何的贴纸，价格偏高，装备比较少，板件也比较少等类似的问题对于我这样买东西看重性价比的玩家来说呢，可能会稍微的有一些不值，会有一些贵。不过看完视频呢，我相信各位玩家应该都会有一个自己的打算了。模型的确是一个中规中矩的素质，但是至于考虑到其他的因素那就看玩家呢自行选择了。本期的视频到这里就已经全部结束了，我是 C 狗，我们下期见。